美國很可能還要真打伊朗了。原来美国可能是喊一喊啊，因为伊朗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，暗中俄羅斯也有支持。但是为什么說美国真要打伊朗有可能？因为美國已經把他海外的軍隊力量的一半多運到伊朗周邊去了啊，這個是花錢運的啊，這不是開玩笑的。而且撤僑通知已經發了好幾次了，美國可能是真要動伊朗。而且這種動不是說上次那樣打他幾個什麼地下核設施，不是，這次要動就是顛覆他，就把他的伊朗政權就像委內瑞拉一樣整個顛覆掉。你們知道意味着什麼嗎？我告訴你們弟兄們啊，這是含反量比較高的一句話啊，含勝量也比較高的一句話，就是金上啊，過去20年在伊朗投的那些基礎設施，中資項目，就是美國一打就又都沒了，那100%都沒了，沒收了，去哪兒了？沒收了，超沒了，充公了。因為此時此刻委內瑞拉的所有的中資項目全他媽超沒了。操，這就叫什麼啊？這就叫傻逼！這完了，你是真有錢呀？那大哥，你買東西之前，你不看看門口有沒有保安？我操，你就敢買？我操，咔咔投完了之後，我操，委內瑞拉一變天，我操，他媽沒了都！你這。伊朗也是咔咔投然後伊朗一變天，沒了，我操！中國大使館連夜燒文件，哎呀，燒文件有啥用啊？你這他媽的這個錢呢，你帶不走啊？你這真金白銀東西都拿過去了啊！他媽的礦山機械，什麼他媽的大型機器，全都在那邊的港口設施，啥都在那邊運過去了。我去你媽的，這個樓堂館所、高速公路、機場全給人修好了，港口完了，我去他媽當雷鋒了，你媽黃世仁，我操，這是楊白勞，你是打起來上海特斯拉工廠去了，他又不是打中國，你跟他你這扯那麼遠幹什麼？他是打伊朗啊，跟中國很遠，他不是打中國。川普國內不順，所以伊朗跑不了了，沒錯，因為他要中期選舉了。還是那句話啊，馬上就要中期選舉，2026年，如果他要是不打下來伊朗，提振一把民望，他就是必輸無疑啊。屏障好機會啊，這倒是啊，這倒是。哎，您說的太好了。這家伙，這個老習這些白手套，我操，在伊朗啊，比如說我投了100個億，投了個港口，其實他媽1個億都沒投，就在那兒掛了個牌子，豎了個圍牆。美國一來，咵一炸，屏障大勝來了。哎，美國啊，喂，特朗普吧，哎，那個不好意思啊，那個啥事兒啊？哎，我小習啊，小習啊，啥事兒啊？就是你要幹伊朗啊？啊，對呀，你咋知道的呀？嗨，我在你那兒也有人吶。哎呀，大哥你也別裝了，你在我這兒也有人，我知道。哎呀，這你說啥事兒吧？我挺忙的，這些老幹的吧？你能不能把那個轟炸目標給我加幾個呀？怎麼還有加幾個呀？你別管了，我這兒有點賬平不了。啊，我給你報坐標啊，你記一下。東京多少，北緯多少，報完了，知道不，大哥？記住了。這就是屏障了，哭哭啊！波斯灣的戰斧導彈一響，夠掉，沒了，炸了，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都給我們炸了。烏克蘭屏障大勝，烏克蘭也隨着烏克蘭戰爭啊，我跟你說，俄羅斯負了好多人啊，烏克蘭也是啊，烏克蘭也負了好多人。這兩個國家是一個國家，誰要是說跟我說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兩個民族，這我反對啊！這就相當於說陝西人和河南人是兩個民族一樣。那你要硬抬槓，你也能拿出道理來。比如說伊蓮娜在俄語叫伊蓮娜，伊蓮娜在烏克蘭語叫艾麗娜，這是好吧，口音不太一樣，操！但是呢，那烏克蘭過去是基輔大公國啊，俄羅斯以前就是叫基輔大公國，是他的 No.1， 是他的龍興之地。蒙古征服以後，俄羅斯公國才起來的，羅斯公國才起來的。以前叫基輔，對於中國來說，基輔就是西安呀。但是其實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很腐敗的國家，烏克蘭是個很腐敗的國家，烏克蘭的腐敗指數是全世界公認的，那絕不比俄羅斯清廉到哪兒去。所以這樣的一個國家打仗之後吧，他就會負很多人的，哎，真相很刺激啊！就是你們不要以為就是我是什麼啊大外宣，我告訴你們的是真相，我對任何人都不會絕對，我對川普也不會絕對啊，我挺川不絕對，我黑川我也不絕對，就事論事。喜歡聽王哥分析特朗普，什麼年代出什麼人啊？大家知道我不是川粉，我也不是川黑啊，就是說什麼年代出什麼人。川普是一個很極端的人，他也不是一個有道德水準的人。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可能一生離3次婚，破產5次，不會幹這事兒。但是他很堅強，他很頑強，執行力也很強啊，能量非常充足。所以呢，就是有一句話叫亂世重點，病急亂投醫，亂世用重點啊！美國現在也走入到一個極端狀態了，所以他兩黨相忍為謀的那種紳士治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。
啊，我們小時候那個老布什、里根啊，那些總統啊，那些非常紳士，兩黨總統交接白宮的時候互相寫溫馨的家庭賀卡，這個第一家庭跟下一個第一家庭介紹那個櫥櫃裡邊放什麼東西，那個書桌後邊有什麼好玩的東西，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，這就是美國啊，你不承認也不行。一派胡言，老王怎么可能是大外宣？那些傻逼反贼给我拍的，就是那些傻逼反贼，就是反共不绝对，就是绝对不反共。就是他们跟習近平習派是一种人。習派李鴻忠那個狗操的說什麼？就是忠誠不絕對，就是絕對不忠誠。大家一聽就是一派胡言啊！我感到非常氣憤。什麼叫忠誠不絕對，就是絕對不忠誠？有沒有邏輯呀？不要說是小學畢業啊，就是小學但凡的念的好一點的小學生都不會說出這樣，不會相信這樣沒有邏輯的話。什麼是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打江山做江山，這是什麼邏輯呀？人民就是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。你帶領人民打江山，不就是帶領人民打人民嗎？你帶領人民打人民，帶領人民做人民，你到底是打還是不打呀？這人不就跑了嗎？你不得把人都打跑了嗎？你這是什麼邏輯呀？小學生也不是這個邏輯呀。什麼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，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，寧要綠水青山，不要金山銀山，這是什麼邏輯呀？這他媽是有邏輯的人說的話嗎？這不是混話嗎？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，寧要綠水青山，不要金山銀山。你剛說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，你現在怎麼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啊？你是要青山綠水還是不要青山綠水啊？你怎么一會兒要一會兒不要啊？這叫邏輯混亂。反賊也一樣啊，反賊也一樣。我就是沒有逢中必反，逢共必反。我承認中國有積極一面啊，我承認中國很厲害，中國人很聰明，長三角、珠三角制造業世界無敵，鋰電池行業老子他媽投資進去了都，他媽鋰電池行業我實話告訴你們，剛才那哥們說的對的，美國想擺脫中國是不可能的，我現在可以負責告訴你，不可能這三個字，就而且好多產業都是這樣。那我就變成大外宣了，我操！我必須得說，我去啊，中國什麼都不是啊，這神經病都是。我感到非常氣憤啊！一派胡言，讀書不多就會邏輯混亂，這屬於左右腦互搏嘛？這他媽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啊！是不是？我們是沒有說錯吧？對不對？你到底是要綠水青山，你還是要金山銀山呀？你要選一樣啊！你不能說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呀，然後你又寧要綠水青山，不要金山银山，我們就腦子燒壞了。你到底要什麼？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啊？你這直播逗大家逗闷子啊！今天就沒有任何準備，就是直接跟大家聊聊天。海外的朋友們助眠，國內的朋友們醒腦啊！這個打伊朗，今天這個事兒基本上咱們就定了啊！就看小川子什麼時候打伊朗，然後小席子什麼時候跟小川子碰一下，然後把那個仗平一下啊，在伊朗的仗平一下。打伊朗，美國會降息嗎？不是，打不打伊朗，美國都會降息，但是美國現在他不用降息那招，明白吧？就是降息縮表嘛，它是一樣的嘛。太好笑了，之前沒細想這句話的邏輯，那這不能細想啊！你細想就崩潰了。你是不是他說的很到位啊？這都是總書記的名言，這些名言，你知道將來都是大笑話，都是會載入史冊的這些笑話啊！人民就是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，哦，有道理，對吧？然後就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打江山做江山，哎 ，SM 來了，什麼情況啊？自己打自己，我操！帶領人民打人民，帶領人民做人民，这什麼雞巴邏輯？誰教的你們？外星人怎麼看啊？川普總統要公開了，外星人真的有，怎麼可能沒有呢？啊，真的有。不過人民群眾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，來吧，操，什麼姿勢來吧，操，豁出去了。你讓我躺着還是讓我仰着？來吧。為什麼？外星人這個通過好萊塢這麼幾十年的教育，各種大片的教育，外星人沒有外星人，人民接受不了了。現在老王快講講比特幣，比特幣可以抄了，我覺得可以抄了，都跌到6萬了。跌到6萬以下你就抄底唄。當所有的人都說比特幣也狗雞巴都不是啊，1分錢都不值，哎，你可以抄底了啊，你可以抄底了。所有的人都說比特幣還是有投資價值的啊，比特幣非常好，你千萬別碰啊，還得跌，暴露了共產主義的本質啊。有人說比特幣4.5，一般的情況下都不會跌到理想價格的啊，理想價格的話，所有的人都抄去了啊。考研題背政治才是最搞笑的，我告訴你啊，這就是中國的問題啊。就是將來有朝一日我們能夠繼承大統的話，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中國的所有的政治課，取代於兩門課，高考要考2門課，一邏輯學，2公民教育，這2門課必須學
公民教育不是高考課，公民教育是小學必修課。所有的小學生从1年級到5年级要考5年公民基礎素質教育。什麼是公民？公民的權利是什麼？公民的義務是什麼？這他媽是必須學會的。學了公民就全他媽變反賊了，就是為什麼？就是肯定接受不了一黨制了啊！憑什麼他媽你一黨獨裁啊？那你中國人的这個智慧會大幅度的躍升的。現在中國不教這2門課，不是沒有啊。邏輯學和公民要想編纂教材的話，人才濟濟，1年就給你編出來。為啥？不能學呀？學了之後就全明白了。我操，這還行？這現在都一個一個糊里糊塗的，都他媽的喝了孟婆湯的狀態，就好操你們啊！撅着，一个一个都撅着了。我操，為什麼沒想過？別人撅着我也撅着，躺下來啊！別人要都躺下來啊！這個全部都是渾渾懵懵逼逼的狀態。學完邏輯，學完公民啊，全明白了啊！撅着憑什麼？你給我多少錢呀？隔壁紅姐要多少錢呀？我比紅姐漂亮啊！讓我撅，那咱得談談。這就是學明白了啊！這不能讓你學那個。教了都開智，老王開智不是好事嗎？你媽中國人開智多好啊！中國人最大問題就是沒開智嘛。這個賤雞巴漢武帝，漢武帝牛逼啊！我操，牛逼你媽了個逼！我告訴你啊，今天給你穿越到漢武帝的時代，你不是瞎人，你他媽是個傻逼！我操，漢武帝時代當兵啊，軍火一當一輩子啊，讓你去伐匈奴去，你他媽今年給你徵了兵，你20年以後回家，你老婆是誰老婆一定啊，你閨女兒子都未必能活得下去，讓你走了。漢武帝徵匈奴之前，中國有3500萬人戶口活人，打了20年匈奴，掉剩2000萬，死了1500萬人。你這史書上都有記載，你說他是好人嗎？我操，他是好人嗎？那個他媽的大將軍就是李廣的後人，叫李陵啊，李陵很牛逼的，帶着一個5000人的方隊，而且是他自己出錢組織這個方隊，步兵、弩兵啊，自己自費去打匈奴。虞國虞家都是好樣的，然後就被單於給他媽包了餃子了。人家的單於都是騎兵啊，人家打不過重甲漢弩兵，匈奴騎兵打不過他們。但是匈奴騎兵圍着他們轉，因為你步兵走得慢，你必須截着陣走，你又不能排成一字長蛇走，那騎兵把你消滅了。漸進糧絕，沒走出包圍圈去。單於說：“你看，你有5000人，我有好多萬人，好幾萬人給你圍上了，你怎麼辦？要麼你就投降啊，要麼我們就把你們全部殺掉。”李陵說：“投降可以，保我這5000人回老家，我可以投降啊，我可以投降，但你必須保證我這5000士卒安全回原籍，行不行？”匈奴人說：“行。”第二，李陵說：“我留下的這自願留的匈奴這些人，我終生不與漢軍交戰，你打誰我都跟你去打，你打漢人我不打，答應我這2條，我便投降。”這2條是不是有人性的光輝啊？這5000子弟兵跟着你出生入死，你現在他招降你，大家都想回老家呀，都想見老婆孩子去。匈奴說可以，2條都可以，就是說匈奴是有人性光輝的。我告訴你說，漢武帝肯定說不行，因為在漢武帝眼裡，這些兵士只不過是牛馬而已。哎，匈奴把人當人，行，匈奴把李陵當人才留下，然後這5000人回去了，漢武帝一看，我操！你們這幫投降賣國的玩意兒，你們為什麼不死在疆場上？全都給收拾了，把李陵也給收拾了，把李陵的後代都殺光了。所以你說漢武帝是好人，還是匈奴單於是好人？你真正看完歷史，你他媽站在第三方角度，你是願意生活在匈奴，你還是願意生活在漢武帝的大漢呢？我操！你生活在匈奴，他是個人；生活在漢武帝的漢朝，你他媽是個牛馬。匈奴的信用就是李陵和匈奴人，這才是人性的光芒。但是你看歷史宣傳他嗎？不宣傳，然後就宣傳的時候漢武帝哇牛逼，我操，哎呀踏平匈奴啊，封什麼狼居胥啊，牛逼死了，我操，他媽老百姓都被他們耗光了，文景之治積攢的國庫啊，漢武一朝燃之一空啊，漢朝從此走下坡路。這個老百姓啊，這不開智。所以你說這個雞巴漢武帝，你說在歷史上這麼高的評價，你說這個國家的人民可悲不可悲？開智不開智？牛馬！我要是瞎人穿越到漢武帝時代，哥們兒沒車拔腳就跑，你媽我在長安，我馬上賣掉所有的東西，馬上往北跑到內蒙我就安全了。我操，我就這麼幹，你知道吧？天高皇帝遠，塞外牛羊，我他媽養上一堆羊，我跟着單於牧羊去，多爽啊！漢朝有這樣的人叫邊地良家子，很能打，因為也野嘛。雖然講漢語，說漢話，但是個個能射箭，從小騎馬盤弓。哎，對，跟乾隆一樣，乾隆演那個操性一樣，不把人當人的，就這麼地吧，拜拜啊，拜拜。